你在啊？怎么了？筹备婚礼压力太大了。你知道夏初到底是怎么死的吗？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啊？我想知道全部的真相。真相就是穆子如杀死他，但真正的凶手是国民党。5年前，把正在试装的夏初叫走的人是你。你到底跟夏初说了什么？他甚至都没有跟我好好告别，就匆匆离去。谁跟你说这些的？这5年以来，这件事你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？你究竟想隐藏什么，还是在顾虑什么？这是在死去的夏初身上找到的字条，这上面是你的笔迹，对吧？夏初身上为什么会有你的字条？你让他去取药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穆子如亲口告诉我，他们去康宁诊所抓的是另外的人，但等他们到了康宁诊所之后，却发现夏初也在那儿。所以这张字条就是夏初出现在那儿的原因，对吗？小铃铛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就是医病关系。如果没有内应，我们杀不了穆子如，所以那个内应是小铃铛，对吧？你不说，我也猜到，因为他也是穆子如之死的受益者。夏初的死，小铃铛也有份，对吧？太会编故事了。编故事？那你告诉我，民国16年4月12日早晨，文氏大药房刚刚开门，小铃铛就突然出现在那里，他干嘛去了？来找我买药。买药？给谁买药？给他妈买药。他妈早在20年前就已经投河自尽了。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我来替你说。他是想去告诉你，他要去康宁诊所抓共产党，对吧？那之后，你就去了养福店，你去找夏初，让他去给你取药。夏初就去了，他去了康宁诊所，在那儿撞见了穆子如，然后夏初就死在了穆子如的枪下，而你安然无恙。5年之后，跟你结婚。所以我说的都是事实，对吧？我说的是不是都是事实？是。
好像是韶华在结婚之前听说了什么，所以决定不结婚了。但具体什么事儿，他坚决不说。他都没跟你说呀。你可是什么事儿都跟他说的。不说也正常吧。可能是文之秋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情，他不好开口呢。也可能是他就没把你当做真正的姐妹。你包是定制的吗？是的，你们男人啊，总是当面一套，背面一套，都靠不住。把那个最大的钻戒给我。好的。我也靠不住。现在倒是可以靠一靠，但是未来，我也说不好。项链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太美了。白小姐挑的全部都要。不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些我都不要，一样都不要。一样都不要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你收我做徒弟，教我做生意。学做生意多累啊！你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直接跟我说，我都可以买给你。那是你现在喜欢我，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要不喜欢，买份报纸你都会觉得贵。我得为那天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。好啊，那你可以趁我还喜欢你，多攒点钱。与其攒钱，不如攒一点挣钱的经验。你可比我想象的有趣的多呀。你要是多教我一点，会更有趣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上第一课，在生意场上，除了你自己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一切都可以是假的，只有钱是真的。陈辉，姐，姐，姐，长高了，也长大了。姐，这是我的药学专业证书，这是我的化学专业证书，这是我的专利证书。姐，我没辜负你。就等你了。这原来是一家面粉厂，但因为经营不善呢，3年前就倒闭了。如果改造成药厂的话，厂房结构可以不动，但是分区、装修和设备要全部重置。那肯定的。这里可以改装成各种药材的储存车间、整理车间、切药车间、炮制车间、检验车间，还有包装车间。后面那些可以改装成实验室和研发室。那整个重建大概需要多少成本呢？就比着这个规模。对，我们要建一家能够真正实现中药西制的制药厂。各类化学器材和大小器械肯定要从国外购买，而且要最新式的。此外，还需要蒸馏机、烘药膏机、研药粉机、做药丸机2副，还需要蒸汽炼药炉、炼药鼎、折药机，还有电子设备，至少需要60万大洋。这么多啊！这还不包括化学专家、药剂师、工程师以及职员，还有伙计的人工成本。但我现在手上只有10多万的现银，如果把房子卖了，应该也只能凑够20万。没问题，剩下的40万我们可以找银行贷款。国外开厂大部分都采用这种方式。如果换到从前，只要给我几10大洋，我就可以撬动数以万计的生意。可是现在不行，现在的银行最多能给我贷10几万。
而且利息还极高。那要是不用最新的设备，成本至少可以削减1/3。不，要建就建最现代化的。那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姐，你不是还有文氏大药房的股份吗？按文氏大药房现在的市值，怎么也得有100多万大洋了。按照我跟那个人的约定，他有优先回购权。如果我想卖掉那些股份的话，必须要跟他去谈。可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。姐，你跟文先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4年前我出国留学的时候，你们还是最好的朋友，为什么4年之后，你连他的名字都不愿再提？不说这些事儿啊！我得说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们一起经历了什么。你们一起创业，一起奋斗，一起出生入死，你们之间的交情，不仅是祸福相依，更是肝胆相照，甚至可以彼此托付性命。所以，就算有天大的事情，也是可以商量的呀。陈辉，你相信我，我既然要断了跟他的一切联系，那一定有我自己的道理。好吧，那这药厂，咱们还见吗？关于文氏大药房的股份，你替我去谈吧。好。时间过真快啊，回来都好吗？还好。他过得好吗？不太好。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？好吧。对了，他手上的股份我出60万大洋回购。60万大洋？你至少溢价了50%。有这么多吗？我现在真的有点怀疑，你可能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姐的事了。出来聊两句吧。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，你们做家属的最好有个准备。你看这方子，得活用。同样的病症，但是年龄有别，男女有别，季节有别，地域有别，记住了？记住了，爷爷。哎。我打算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。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，那肯定能够比从前更发扬光大。
乔，万灵丹是化瘀止血、活血止痛、解毒消肿、镇静开窍的神物。我按照爷爷的教导，把方子做了微调。我也按照你说的，见树定须，改进了制作的工艺。我每一步都没有做错，为什么你还不醒来？你醒来吧，好吗？就算是为了万灵丹这个牌子，也为了不辜负我们这一路走来的研究。温之乔，你不是说你想把温氏大药房做成上海第一的大药房吗？你要再这样躺着，别说第一了，连倒数第一你都做不成，甚至连温氏大药房的招牌都不复存在了。你要不甘心就快起来。这么多风雨，咱们俩都走过来了。大丈夫有仇必报，这日本人的血债咱们得讨回来。你不能就这么倒下了，你快起来，咱们还得找他们报仇去呢。这是山有木兮木有枝。你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话说出来，好吧？温之乔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愚钝了，直到看着你，可能永远都要离开我了，我才知道生命不能有你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就算是你为了我，我失去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这就我答应你，只要你醒过来，我就嫁给你。那我歇会儿吧。不行啊，医生说了，必须要走够2000步才能休息。累了。你再坚持一下。唉，我不想坚持了。你要是不想坚持，那只能坐轮椅举行婚礼了。你忍心咱们婚礼留下遗憾？嗯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嫁给你了？这手术是不是做的不成功啊？什么你嫁给我呀？是你娶我，我嫁给你。你求了吗？我求了，你也答应了。什么时候啊？你醒来了不就答应了吗？那不是你唤醒我的权宜之计吗？那可不是我权宜之计啊，那是我今生做的最慎重的决定。我要考虑一下。不用鼻子上脸，我给你时间啊，1个月的时间，你赶紧给我康复。
台阶。国事艰难，他们打算一切从简了，但是仪式还是要有的。我是伴娘，也就是说年华月没了，要不然啊，婚宴肯定也是由我来操持的。终于还是忘了夏珠。我觉得，韶华重新开始了，夏初知道了，肯定会为他高兴的。现在唯一记得夏珠的，只有我了。时间真是快啊，这一晃眼，5年都过去了，韶华也该重新开始了。终于还是跟文之秋在一块儿了。我听说文之秋昏迷了整整10天呢，是韶华用万灵丹把他救回来的。万灵丹，真这么灵验？当然了，只是韶华他爹和他大哥拿着方子一直没有把药配出来而已。那真是可惜了。哎呀，您2位算是来对了。我们老板呀，以前是洋服店做经理的，那手艺顶呱呱，一定包您满意。那做一套西服需要多长时间啊？至少3个月。哟，这么久啊？哎，主要是等面料，我们这儿的面料可全都是进口的。您2位也是赶巧了，这南京政府刚刚跟日本人签订了停战协议，这通航啊刚刚恢复，要不然还真就是想要也没有啊。哎，你们这有没有现成的成衣啊？现成的，哎，您稍等，我帮您查一下。哎，还真就有一套。之前有位客人呢，一看要打仗，就跑回欧洲去了。他身材倒是跟您相仿。您要是感兴趣的话，不如先试试这套。试试吧。哎，好的，先生，这边请。楚小姐，哎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楚小姐，哎，要不要试一下这套旗袍？试一下吧，还没见你穿过红色的旗袍。是您的？您真是一点都没变呢。这是您的店吗？哦，对对，这个现在是我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您都当老板了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，一盘小生意。之前您和夏先生的事，我后来也听说了。林先生。啊，是。看到你有现在的新生活，真的为你高兴。谢谢。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。林先生，我好像之前也见过。是吗？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。夏先生，这是您的账单，请过目。好。先生您好，请问需要买点什么？我朋友。啊，好，那我去倒2杯茶。谢谢。你到底是谁？是吧？我也觉得不合适。穆子如接令，
前往共党据点执行清党任务，意外发现共党首要分子夏初之行踪，当机立断予以击毙。我不是冲着夏初去的，而且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夏初的名字，是他自己跑过去的。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。因病情凶险，无法亲身前来取药，烦请将前日预定之熟地、梨草、防风、当归交予来人。楚经理好。哎，你去哪了？二妞打电话找你几次了？哦，林处长又来给你母亲抓药了。这5、6年每月亲自来，你可真孝顺呢。文老板，小铃铛啊，不，林处长，怎么老人家身体还好吗？其他都还好，就是那头痛的老毛病啊，断不了根儿。好在吃你们家补脑丸，能痛得清闲。行，我再拿2瓶给你啊。还是老药方。这2个带回去。谢谢文老板。喂，二妞，是我。哎呦，韶华，我都找你半天了，你婚礼宾客名单定了吗？我想问你件事儿。啊，你说。你还记得小铃铛吗？他妈妈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小铃铛。哦，他妈妈在他3岁的时候跳河自尽死了。你确定？哎，我当然确定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以前演过一个跳河自尽的女人。她在电影院看的时候，哭得可伤心了。明白了。宋平，你出来吧。我知道你一直在跟着我。原来萱萱埋在这里。宋平，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？你说。我以后不在这儿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替我多来看看萱萱，陪她说说话？虽然这儿有山有水，有小草有小花陪着她，可是她死的时候还那么小，我怕她一个人寂寞。我还记得那时候萱萱除了我，她最喜欢的人就是你。我有的时候还因为她写字偷懒打她手心呢。可你从来都没有打过她，还总是偷偷的给她塞好吃的。是，你怕她牙齿坏，不让她吃糖，她就偷偷来找我。她知道我一定会给她的。她也最喜欢我抱着她，她还总说小婶的怀里最温暖，最舒服了。萱也最爱吃你做的饭。其实我做的没有你做的好吃，但偏偏我们萱萱喜欢。可惜了，萱萱再吃不到你做的饭。可惜了。宋平，你知道萱萱是怎么死的吗？她是被陈二顺用我亲手给萱做的小虎枕头活活捂死的。陈二顺已经死了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也不知道他死有余辜，更是有些人还以为他死得很冤，所以我不甘心。萱萱也不甘心。宋平，宋平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娘俩？我不知道。萱，你要明天呢
就又要回上海了。我以后再来看你啊，轩。娘就是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你能不能多到娘的梦里见见我呀？我想看看，好孩子。请问宋平在家吗？什么事儿啊？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以前华顺药铺的掌柜小王，我现在开了自己的药铺，叫怡心药铺，对，就在咱们东街上。我现在铺上啊有一个杂工的空缺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来？我1个月给您20大洋的薪水，哎，如果你愿意学点手艺，这薪水还可以涨，哎，学不会也没关系啊，只要我怡心药铺在，您就能一直干下去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对了，大少奶奶特别叮嘱我啊，让我预支了半个月的薪水给您，这个您先拿好。哪个大少奶奶呀？不是，哎呀，您看我一直改不了嘴，这大少奶奶就是楚朝华楚小姐。嫂子。行，那咱们明天铺上见，告辞。张婶儿，张婶儿，张婶儿。啊，张叔，聪平，你吃过没有啊？你快吃点。啊，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张婶儿，张叔，有个好事情跟你们说，我找到新工作了，在怡心药铺，就在东街，1个月给20块大洋。从今往后，我有钱交房租了。啊，这是这个月的房租。这个我们不能要。要的要的，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收过我房租，我这心里我一直，哎呀，我这脑子我说不出来，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我现在能赚到钱了，这要还不给房租，我这成什么人了？哎，宋平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么多年呢，不是我们不收你房租，而是另外有人呢帮你交房租。啊，谁呀？具体是谁呀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反正上海有一位楚小姐，每半年呢会把你那个房租啊汇给我们。嫂子，哎，宋平，怎么了这孩子？法官大人，经核查，楚朝忠的口供与血案现场的勘查报告十分吻合，而楚朝忠本人对杀人事实也供认不讳。我方恳请法院对楚朝忠给予严惩，方能整肃社会风气，凸显法律威严。来到火车晚点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被告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法官大人，我方还有几名重要的证人在路上，恳请您能再给我们一些时间。林律师，你这是在用拖延战术吗？此案已是板上钉钉，你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。法官大人，此案关乎于3条人命，恳请您再给我们一些时间。给你10分钟，如果证人还不到，我们就进入宣判程序。志秋，还能不能再快一点？坐牢。时间到，被告，证人到了吗？法官大人，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。不等了，下面我宣布。等一下，法官大人，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韶华出庭作证。传证人楚韶华出庭。
楚少华，血案发生的当晚，你是否在现场？我在。那你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位楚韶忠杀人的过程？法官大人，楚韶忠根本就没有杀过人，陈二顺就是我杀的。少华，肃静，肃静！楚少华，你为什么不得不杀了陈二顺？当年，陈二顺串通他娘陈张氏，让陈张氏到药铺来给我送鸡汤，而那鸡汤里面有迷药。当晚，我察觉到了那鸡汤里面有异，但是我却没有想到，他们在我的茶壶里面也放了迷药，所以我喝了带迷药的茶以后，就渐渐的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陈二顺当天是安排了人破坏了药铺的大门，他闯到我的屋里来，然后他强奸了我。那样真的捂死了我唯一的孩子陈轩。在之后，我就渐渐的恢复了我的意识，因为痛失爱女，我就用药铺的裁纸刀杀死了陈二顺。没过多久，陈张氏来了，再之后，土匪也来了，再之后的事情，你们大家也就都知道了。陈二顺如此丧尽天良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自从当年我的丈夫陈大顺去世，还有我的公公走了以后，整个陈家都是靠我一个人在支撑的。在案发当前，我遇到了跟我情投意合的人，我打算带着我的女儿陈轩嫁给他，然后跟随着他一起去法兰西。而这件事情被陈张氏知道了，他不甘心吧，不甘心失去我这个摇钱树，他也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孙女陈轩。而陈二顺，在我丈夫在世的时候，他就对我图谋不轨，多次对我动手动脚。所以，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密谋，用收继婚的这个主意，来留住我。楚少华，以上你陈述的全部事实，可有证人证据？我说的都是事实，并且我也有证人。他叫宋平，他是陈二顺当年的妻子。宋平亲眼目睹了陈二顺和陈张氏商量。
不会这么快就了结了。真的要谢谢大哥，要不是大哥不顾一切挺身而出，替我们争取这个转换的时间。咱们一起敬大哥。来，韶华呢？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怎么了？过去的一切，终于可以彻底放下了，你不高兴？是啊，仇报了，案子也结了，但就是挺遗憾的，一切失去的。既然回不来了，咱们就不想，珍惜当下。当下，我们当下还有什么呀？当下有钱了，有你的事业，我的餐馆，还有爱你的人。你爱我，你就没有发现，有一个人，他在默默的爱着你。他。